给婆婆倒完洗脚水后，遭到她阴阳怪气的指责：“程曦，你怎么这么蠢？洗脚水太烫了，重新倒。”我说过要40度的，说了多少遍了，记不住吗？我端起洗脚水从她头顶倒下去，确实是40度。不信你感受一下。我的婆婆横行霸道、唯我独尊的许夫人似乎是吓懵了，安静了足足1分钟，她才尖叫起来，颤抖的手指着我：“啊，小贱人，我要你命！”我后退一步，冷眼看着她，心中堆积多年的郁气稍微散了一点。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勇，只因为我买的彩票中了头奖，不多不少，正好5000万。夫人，你怎么了？听到叫声的刘嫂匆匆从厨房跑来，看到浑身湿透的许夫人，刘嫂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天啦，夫人，你怎么成这样啊？是谁？谁敢这样对你不敬？我清晰地看到一滴洗脚水从许夫人的鼻尖落下，滴在她的嘴唇。她竟下意识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她又尖叫起来，气得浑身颤抖，脖梗青筋暴露。我是第一次见到一向喜欢端着贵妇人架势的许夫人露出这样狰狞的模样。夫人，我帮你擦擦。急得团团转的刘嫂终于有了动作，直接伸手去擦许夫人的脸。我站在旁边，好整以暇地看着。这就是许夫人高薪聘请的家政，蠢笨如猪，反应迟钝，关键时刻一点作用都起不上。就因为她够恶毒，能出点子帮许夫人刁难我，又会巴结奉承，因此在许夫人面前很得脸。她看我的眼神永远带着轻蔑，还动不动就挖苦讽刺。刘嫂的大手在许夫人娇贵的脸上一通乱抹后，又准备去拧她滴水的头发。啪！许夫人一巴掌扇了过去。你是猪吗？去拿毛巾。第一次挨打的刘嫂委屈的想哭，看到许夫人怒发冲冠的样子，又生生忍住。哦，对，毛巾，我现在去拿。情急之下，刘嫂直接跑进了1楼卫生间，那是她自己独用的卫生间。片刻，她拿着一条干毛巾跑过来，小心帮许夫人擦干头发和面容。等到差不多擦好了，我捂住嘴巴，惊讶道：“哎呀，刘嫂，你拿自己的毛巾给夫人擦脸，而且是洗脚的毛巾。”啪！刘嫂的脸上又挨了一巴掌。刘嫂捂着脸，扑通跪在地上，诚惶诚恐：“对不起，夫人，我不是故意的，原来真是擦脚毛巾啊，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看来刘嫂这人还真的是又蠢又毒，一无是处。许夫人看着跪在面前的人，胸口剧烈起伏。看着这主仆两人狼狈的模样，我一时没忍住，噗嗤笑出声。许夫人猛地抬头朝我瞪来，眼神里带着锋利的刀子，刀刀朝我刺来。给我扇他！许夫人一字一顿，咬碎牙齿。哎，好勒！刘嫂兴冲冲爬起来，摩拳擦掌，笑容狰狞朝我走来。欺凌我是她最爱干的事了。曾经在许夫人的命令下，她一巴掌把我的嘴角扇开了一道口子，血流不止。原因只不过是我做菜时多放了2个辣椒，把许夫人辣到了，借口而已。反正他们想刁难我，理由层出不穷。刘嫂站在我面前，得意洋洋地挥起胳膊。就在她的巴掌落下来时，我伸出一只手捉住了她的胳膊。啪啪！在她没反应过来时，我用另一只手快速扇了她2巴掌。刘嫂懵了，许夫人懵了。片刻，杀猪般的叫声响彻屋内。啊，夫人！这个贱人敢打我！我一把拽过他，逼近他耳旁。我连你夫人都敢打，何况是你？语毕，我将他猛地一推，他猛烈后退，跌在许夫人身上，两人一起往后仰倒而去。程曦，许夫人狼狈地爬起来。好，很好，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看样子你妈的命你是不管了。既然这样，我妈的命我当然管。我打断他，不用你操心。好，这可是你说的。许夫人眼神冷厉。到月底了，下个月你妈的医疗费你自己想办法。行啦，我爽快答应，迈着轻快的步子跑回楼上房间。我妈车祸住院，昏迷1年多了还没醒，每个月的治疗费将近10万，许家就是用这个来威胁我，这也是我一直在许家忍气吞声的原因。许家没有一个人看得上我。许夫人，我名义上的婆婆，把我当佣人，让我给她端茶倒水，伺候她的饮食起居。有她在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过，永远毕恭毕敬地站在她身边，像个丫鬟。再加上刘嫂这个恶妇在旁边出谋划策，他们折磨我的方法层出不穷。我从来没想过，现代社会了，还有人能想出这么多折磨媳妇的恶心手法。之前许夫人生病了，居然让我用手去接她吐的痰，现在一想起来，我还会生理性反胃。这哪里是什么婆婆，这分明是刻薄阴狠的老妖妇。至于许之腾，许家当家人，许氏集团的总裁，我名义上的丈夫，更是没把我当回事，从来没用正眼看过我。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看不上我，为什么我会嫁入许家，成为许之腾法律上的妻子呢？
那是因为许悠悠，许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许之腾的亲妹妹，看上了我的男朋友。我和魏焕然青梅竹马，20多年相伴长大，感情亲密而牢固。许悠悠对魏焕然一见钟情，疯狂追求，但求而不得。横刀夺爱不成，他从茶饭不思演变为痛不欲生，要死要活。女儿奴的许夫人心疼不已，妹控的魏焕然看不下去了。他们调查了魏焕然，发现这人不只是外貌不俗，而且名校毕业，才华能力兼备，一毕业就被世界名企录用，很得领导赏识，前途不可限量。他们觉得魏焕然配许家小公主还算勉强够格。许之腾让助理找上我，甩给我100万支票，让我离开魏焕然。呵，瞧不起谁呢？魏焕然年薪已经50万了，而我月薪也有2万多。我们刚毕业没多久，确实没什么钱，但我们知足常乐，并不追求大富大贵的生活。而且我们还年轻，相信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也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许氏还是所谓的大财阀呢，真是又黑心又抠门。我本以为只要我和魏焕然坚定不移，没有谁能拆散我们，可意外来的那么猝不及防，我们终究没能抵抗过命运的捉弄。我妈出车祸了，抢救了1天1夜都没醒过来，她受伤严重，全身多处骨折，光是做手术就需要几十万，花光了我和魏焕然全部的积蓄。我们毕业不久，工作才1年多，总共也没多少存款，手术费不够，还向朋友们借了一些。做完手术，我妈迟迟不能醒来。医生说，我妈的清醒要看天意，可能1个月、半年能醒来，可能会一直沉睡下去。如果不醒，住院费会是一笔极大的开销，每个月将近10万。以我的能力，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费用。本来我还挺自豪，一毕业就进了大厂，每个月工资2万多，跟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比，算是很不错了。我兴致盎然地和魏焕然策划未来的生活，几年之内结婚，几年之内买房等等。可是现实却迎面给我来了个狠狠的痛击，我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魏焕然和我家一样，都是普通人家，父母都是工薪阶级。他因为帮不上忙而自责不已，比我还要憔悴。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忙我妈的事，请假次数多了，公司委婉劝退了我，按规定给了补偿。我失业了，我到处找工作，却处处碰壁。再也找不到跟之前待遇差不多的工作了，甚至我不断降低要求，还是没公司肯录用我。与此同时，医院不断催缴费用，称如果再拖欠就停止给我妈用药。就在我绝望到开始打听高利贷的联系方式时，许之腾又找上门了。这次我没多加犹豫，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许之腾提的要求是让我当面跟魏焕然分手，并说出羞辱他的话，而且我要跟许之腾结婚。因为许悠悠认为我和魏焕然青梅竹马，感情太深，担心我们以后会旧情复燃。为了以绝后患，我必须要结婚。既然我已为人父了，魏焕然肯定会死心，而他就会趁着魏焕然伤心之际，乘虚而入，安慰他，陪他走出创伤，以此培养感情。让我嫁给别人，许悠悠也不放心。他说，只有嫁到许家，在最疼爱他的哥哥的监视下，我才会被牢牢控制住，不敢作妖。我做到这些，许家给出的交换条件就是他们全权负责我妈的治疗费用，并且将她转到最好的病房，给她用最好的药。当然，他们支付的费用不是无偿的，而是借给我的。许家每个月给我妈支付的费用，我都要写欠条，以后要还回去。不得不说，许家不愧为资本家，真是算计到骨子里，既破坏了我跟魏焕然的感情，又没有损失1分钱。按照许之腾的说法是，如果有一天我妈突然醒过来了，病好了可以出院了，或者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她突然去世了，那我就不再需要许家的钱了。他们担心我可以毫无顾忌地离开，但如果我欠着许家的钱，就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我预感以我的能力，可能一辈子都还不清钱，那就永远不能逃离许家，终生不得自由。但情势逼人，我不能不管我妈，条件再苛刻，我也得答应。许之腾开着他几百万的商务车，将我带到了魏焕然面前。我冷漠地告诉魏焕然，他太穷了，帮不了我。魏焕然的脸色一寸寸灰败。我挽着许之腾的胳膊，将脑袋靠在他的肩膀，对魏焕然吐出无情的话：“这是我的未婚夫，冷氏集团的总裁，我们就要结婚了，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魏焕然拉着我的衣服，痛苦哀求：“不要走，我可以去借钱，求求你，别离开我。”我冷淡地甩开他，毫不留情地离开。很快，我和许之腾结婚了，只是领了个证，没有婚礼。这正合我意。后来听说魏焕然出国了，他们公司在海外的业务拓展需要有人常驻，他主动要求过去的。他前脚刚走，许悠悠后脚就追了过去。这1年来，也不知道许悠悠是否得偿所愿，他们感情如何，我已经不想知道。我辜负了魏焕然，惩罚是一辈子失去自由。
我现在只希望我妈能快点醒过来，身体康复。至于我自己，就这样苟且活着吧。人生就算再无意义，也只能忍着，能喘息一天是一天。和许之腾结婚后，我跟他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是许氏集团掌权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回老宅的次数很少，大部分时间住在离公司总部很近的那套房。而我在许夫人的要求下，每天住在老宅伺候他。许夫人刁难我，是因为她看不上我，觉得以我的身份嫁给了他儿子，完全是辱没了他儿子。我这样的人都不配跟他儿子站在一起。他儿子娶了我，简直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心里不痛快，就用折磨我来找平衡。而我因为需要许家给我妈支付治疗费，不得不咽下所有的屈辱。结婚后，我不是没找过工作，我想哪怕工资再低，总比没有强。许家只负责我妈的费用，却不会给我1分钱的生活费。我总是要生活的，哪怕吃住在许家，但人只要活着，哪有不花钱的？但我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难，每一份简历都如石沉大海，我连面试的邀请都没接到过。后来我已经不奢求专业对口的公司了，但哪怕是一家小公司的前台，别人都不要我。再后来，文员、销售、讲师，甚至是卖奶茶，不管我找什么工作，人家都有理由拒绝。我终于反应过来，是许家在插手。许之腾真的很过分，他为了完全控制住我，连工作都不让我拥有。我需要工作，我不能1分钱都没有。等到许之腾终于回家，我拦住了他。他看我一眼，语气冷淡：“你吃住在许家，每个季度我会让助理给你置办衣服，有其他需求也可以联系助理，让他给你买。我每个月需要买卫生巾，也要让助理买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屈辱。此刻，我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可怜巴巴地请求主人施舍，尊严尽失。没有人能相信许之腾的合法妻子过着这样惨无人道的生活，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听了我的话，许之腾愣了，估计他也没想到这一点。他的几个助理都是男人，确实不太方便。这样吧，我让助理每个月给你打1000块钱，够了吗？他缓了片刻，问道。够了，我点头，我会写欠条的。他顿了下，不用了，还真是大方呢。还是写吧。我看着他，既然说好了用你的钱是借，那就每一笔钱都记清楚。许之腾语气淡淡，随你。那天之后，我搬出了自己的电脑，开始捡起以前的爱好，拼命学习绘画。许之腾不让我工作，我没法反抗，只能死心。但我不能束手就擒，总得给自己找条生路。虽然做好了忍气吞声的准备，但这样被强势控制的感觉真的挺让人窒息。每一天都在煎熬，我想喘口气，也不甘心这样被欺辱。绘画是我的兴趣，小时候也报过训练班，算是有一点基础。加上现在每天大量的练习，我进步飞速。我加了各种接单群，从给别人画最简单的头像做起。一开始每幅图就5块10块，但我画得不亦乐乎。再后来稍微有了点名气，技术也有所增长，接的单子品质也更高一些，价格也更贵。虽然挣得不多，但我起码感受到自己有点价值，而不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我用笔名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每天发自己的作品上去，慢慢积累了一些粉丝。这是我黯淡绝望的生活中唯一的一丝光亮。一天，我在微博看到一条消息，有个人中了1000万的彩票。我开始每天买彩票，有时候买个几块钱的，有时候买几十块钱的。倒也不是梦想能中大奖，只是想办法给自己创造一点希望。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如果一点希望都没有，我怕自己会绝望到丧失活下去的勇气。每天买彩票和查中奖号码成了我为数不多的一点乐趣。就算没中也不难过，明天再继续。我是真的没料到我也有中奖的一天，有一种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才会在刚看到中奖号码的那一瞬间，把洗脚水倒在了许夫人的头上。压抑得太久了，我真的想狠狠出一口恶气。和我想象的一样，太痛快了。第二天一大早，我直奔福彩中心，扣掉税额，最后到银行卡的是4000万元。从银行出来，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放声大哭。我终于解脱了，像是要把自己压抑1年多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那种让人崩溃的窒息生活，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说不定哪一天都会突然撑不住，轰然倒下。还好，上天还是眷顾我的。从此，我要挣脱桎梏，自由自在，再没有人能欺负我、打压我。接下来，我去了医院，直接给我妈办理了转院。这家私人医院在许氏集团名下，好医院多的是，我不想再在许氏的监控下生活，离他们越远越好。我将我妈转到了市内一家3甲医院。回到许氏老宅，我开始收拾行李。这栋让人窒息的房子，我是一刻都不想多住了。拎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许夫人刚从外面回来，旁边跟着她的狗腿子刘嫂。你给我站住！
许夫人厉声喝道：“你准备去哪？管得着吗？”我学着她的样子，鼻孔朝天。昨天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给我等着。许夫人冷笑着在沙发坐下，等阿腾回来了，我要你好看哦。我想起来了，许之腾好像去中东什么国家谈生意去了，暂时不能回来。怪不得许夫人没向他儿子告状。以往只要我有一点事做得不让许夫人顺心，他就向许之腾告状。许之腾霸道又护短，连问都不问，就直接问责我。他对付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我妈威胁我。我妈和我妹是我最在乎的人，谁敢让他们不痛快，我就让这人10倍100倍不痛快。然后他就会吩咐助理下个月给我妈用最便宜的药，哪怕我立马认错，哭着求他，他也毫不理会。这次如果不是许之腾出国了，我想他昨天晚上就被他妈叫回来给他出气了。不过我有钱了，底气足了，哪怕现在许之腾站在我面前，我也无所畏惧。本来我是打算直接走人的，但现在看着趾高气扬的许夫人，我不想走了。他欺负了我那么长时间，就这么走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听阿腾说他每个月还给你1000块钱，你整天吃许家的住许家的，要钱干什么？许夫人威胁道，等他回来就让他把这1000块取消。你这样不安分的女人，就该1分钱都没有，免得到处乱跑。说你一大早去哪了？医院。我实话实说，你妈住着我们许家的医院，医药费也是我们许家付，还有什么好看的？你去了又不能让你妈病好，以后医院就不用去了。许夫人霸道下令。不是，关你，我不耐烦了。许夫人却打断我，你看看你穿得像什么样子？我们许家是穷着你了吗？阿腾没给你买衣服吗？穿着这样，我看你是诚心想让我们许家丢人。我低头看看自己，白 T 恤、牛仔裤、运动鞋，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这样穿挺好，我喜欢。许夫人气得用手指着我，好，你就是看阿腾这2天不在家，觉得没人能治你了是吧？你做的这些事我可都记着呢，等阿腾回来，我要你跪着给我道歉。哦，那你就慢慢等着吧。我还是满不在乎的语气。行，你就嘴硬，到时候磕头都没用了。许夫人猛烈喘了几口气，气冲冲回楼上了。还愣着干嘛？赶紧做饭去，没看到快中午了吗？刘嫂站在沙发后，叉着腰指挥我。正好肚子有点饿了，我没对她。走进厨房，我开始忙活起来。半个小时后，3菜1汤搞定。将饭菜端到餐桌上，我开始吃饭。在客厅的刘嫂听到动静，跑了过来。你居然在吃饭？谁让你吃饭的？你怎么敢的？她一蹦3尺高。我夹了1筷子的土豆肉丝，慢悠悠喂到嘴巴里，等嚼完了才回答她，我自己做的饭怎么就不敢吃了？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吃饭？她伸手指着我，一副女主人的姿态。以往每顿饭确实是我做。刘嫂为了偷懒，跟许夫人建议让我做饭。许夫人为了折磨我，欣然答应。我每天学习各种菜谱，练得一手好厨艺，只为了不被挑剔。做完饭我还不能吃，要跟刘嫂一样站在许夫人身后伺候她吃饭。今天是我来许家后第一次坐在餐厅吃饭，以前都是等许夫人吃好了，我自己在厨房吃。无视刘嫂的上蹿下跳，咋咋呼呼，我细嚼慢咽地吃完了饭，放下筷子，我对她道：“把碗洗了。”刘嫂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你说什么？要我洗碗？她用手指着自己。之所以有这么夸张的反应，是因为自从我来到许家后，洗碗也成了我活。刘嫂这个家政阿姨手里的活被我承包了大半，而她的工作就是每天拍许夫人马屁，哄她开心，帮她想各种折磨我的主意。算一算，刘嫂在许家已经大半年没做过饭、洗过碗了。我用纸巾慢条斯理地擦嘴，回她：“不然呢？”她指着我。你是想说要我洗碗对吗？我拍拍手，站起身，别搞错了，我是许之腾法律上的妻子，这个家的女主人，而你一个家政，在这个家里的任务就是做家务，不再管桌上的碗碟。我绕过刘嫂，准备朝楼上走，有点困了，正好睡个午觉。刘嫂却先我一步，噔噔噔跑上楼梯，她的嘴里还大喊着：“夫人，小贱人把饭吃完了。”她还敢不洗碗？我走到半道，看到出现在楼梯顶端的许夫人，还有她身后趾高气扬的刘嫂。许夫人阴沉着脸：“我看你是活腻了，还敢擅自上桌吃饭，你这种下等人配吗？你以为阿腾没回来，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夫人，让我来教训教训这个小贱人。”刘嫂撸起了袖子：“我是小贱人，那许之腾是什么？小贱人的丈夫。许夫人呢？小贱人的婆婆。”我轻笑：“许夫人，没见过有人这么喜欢作践自己的呀。要不是为了悠悠，我们许家能让你进门？给我家阿腾提鞋你都不配。”许夫人语气轻蔑：“等悠悠感情稳固了，你就给我滚出许家，进我家门都嫌你脏，嫌脏还吃我做的饭，还让我给你端茶倒水。”
没见过你这么双标的人啊！别以为年纪大就可以不要脸。我还嘴，你敢骂我？许夫人脸色如猪肝，颤抖着指向我，给我打！得到命令的刘嫂朝我扑来，我轻挪步子往旁边移了一下，等刘嫂扑过来的时候，又再一次让开。她这肥胖笨重的身形，压根不是我的对手。以往只不过是我忍气吞声罢了，她还真以为我打不过她呀！哐当，刘嫂扑向了旁边的桌子，桌上的一个花瓶晃了晃，从栏杆飞到楼下，在地板上碎成花。我的花瓶！刘夫人尖叫一声，急匆匆朝楼下跑去。据说这是许夫人从拍卖会上花了800万买回来的。为了炫耀，又不想被人碰到，她专门定做了一张小桌，放在2楼楼梯口处。花瓶放在这小桌上，楼下也能看到，既满足了许夫人炫耀的心理，又避免被别人触碰。而此刻800万在地上碎成了渣。夫人，我不是故意的！刘嫂哭着跑下去，跪在许夫人面前，是那个小贱人，他专门往花瓶那里跑。是他？对呀，我就是故意往那跑的。我趴在楼上栏杆处，笑嘻嘻道：“我又没让你往花瓶上扑。”刘嫂，你就是在许家打一辈子工，也赔不起这个花瓶啊！这可怎么办呀？刘嫂吓得全身发抖。夫人，对不起，看在我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您就放过我这次吧。这是钱的问题吗？许夫人眼睛都红了，捧着一堆瓷片。你知不知道，这个花瓶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这是独一无二的，再多钱都换不回来。许夫人伤心的泪如雨下，眼泪哗啦啦砸在那些瓷片上。刘嫂手足无措。令人尴尬的是，正在哭的许夫人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我看了看墙面上的钟，哦，1点多了，许夫人还没吃午饭呢。夫人，求求你！刘嫂还在给自己求情。滚！许夫人大喊。刘嫂麻利站了起来，朝屋外跑。你去哪？许夫人又叫了起来。您不是让我滚吗？刘嫂委屈巴巴，我滚远点，免得碍了您的眼。滚去厨房。啊？做饭啊？哦，被浇了一盆洗脚水，损失了一个800万的花瓶。刘夫人这2天都没再招惹我了。至于刘嫂，现在她已经不敢跟我待在一个屋里了。我在厨房做饭，她就只能等着，我忙完了她才敢进来。我到了客厅，她就只能躲回自己的房间。在花园看到我，她老远就绕道跑了。老实了2天，这天早上，刘嫂却一反常态，有胆子到我面前了。我坐在餐厅，慢悠悠喝着蘑菇汤，刘嫂雄赳赳气昂昂走了过来。她站在我面前不动了。你这是？我疑惑地抬头。哼！刘嫂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告诉你，你得意不了多久了。哦，我搁下筷子。是许之腾要回来了吗？少爷明天上午就回来了，夫人说要让他好好治一治你。他面容狰狞，到时候我就能尽情把你这小脸扇肿了。那你等着明天再得意吧。我起身，现在先把碗洗了。刘嫂狠狠瞪我，片刻还是老实收拾了碗筷。哈哈，我就喜欢他这样看不惯我又拿我无可奈何的样子。第2天，我还在床上睡懒觉，房门被敲得砰砰响。少爷回来了，刘嫂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赶紧滚起来。我不理会，用被子将头捂住。可是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仿佛下一刻刘嫂就要破门而入了。我气急败坏，站在门口大声道：“我还没睡好，让他给我等着。”门外的声音停了。很好，我上床继续睡。再次醒来，窗外的光亮刺眼。我看了看手机，已经10点多了。起身洗漱，换好衣服，我才朝楼下走去。客厅里，许之腾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出乎意料的是，等了一上午，他的脸色竟然如常，没有冷脸，也没有发怒。我走过去，随意往沙发上一坐，瞟了他一眼。有什么事？赶紧说。许之腾抬起眼皮，语气平静。听我妈说你变了，我还不信。看来你身上确实发生了什么事。不愧是掌管上市大公司的总裁，一眼就看出了我确实跟以前不同了，而不像许夫人和刘嫂，现在还不清楚状况，一遍一遍地用我妈的治疗费来威胁我。他们就算动动脚趾头想想，也该猜到我既然不肯认他们拿捏了，那肯定是有所依仗啊。可笑的是，许夫人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把我妈转走了。至于许之腾，他虽然聪明有头脑，但在上位久了，性格傲慢，目中无人。事业上的成功让他过于自负，自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甚至没有嘱咐过医院，我妈有什么动静及时通知他，以至于我妈不在医院了都不知道。可见他多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他手心里捏着的蚂蚱，任他随意玩弄。我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手掌心的。真是傲慢自大到了极点。我要离婚，我直奔主题，言简意赅。你妈只是昏迷，就这么放弃了。许之腾皱眉，片刻，像是想到了什么，看向我：你彩票中奖了，不愧是许之腾，这都能猜到。不过他怎么知道我在买彩票的？
回答正确，我在沙发坐下，翘起腿，好整以暇道：“把我写的欠条都拿出来，我要跟你算算账。”你是认真的？许之腾嗓音低沉，似有不快。我当然明白他的不乐意，以后就没要挟我的手段了。我拿出手机，打开记事本，这1年多，我妈的治疗费加上你后来每个月给我的1000，一共是163.0271块钱。你把卡号给我，我现在就转。每个月许家支付了医院的钱，许之腾的助理就会把账单发给我，让我写欠条。所以每一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一定要跟我算的这样清楚吗？许之腾面沉如水，我都快气笑了。是你要我写欠条的，每一笔写得清清楚楚，连1块钱都要记上去的。许总贵人多忘事。许之腾脸色难看，半晌回了我一句：“不能离婚。”为什么？我提高嗓门。好不容易能逃离这个牢笼，我凭什么还待着不走啊？许之腾眼里氤氲着怒气，还有些我看不明白的情绪。悠悠还没和魏焕然在一起，你现在不能离婚，我讥讽。许悠悠果然是个废物，现在还没追上。不过还好魏焕然有基本的判断力，能透过他糊弄人的外表看到他肮脏的灵魂。你别太过分。许之腾脸色冷然。阿腾跟他离，许夫人气急败坏从外面进来，中了个彩票就以为能上天了，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们许家他有多大的能耐。妈，这婚不能离。许之腾语调沉稳，语气确定。可我现在一看到他就要心脏病发作。许夫人捂住胸口，你难道忘了悠悠的脾气？他从小被惯坏了，性格极端，万一他俩复合了，悠悠做出什么傻事怎么办？许之腾耐心解释。对呀，我的悠悠，我的宝贝女儿，上次他就差点跳楼，快把我吓死了。他不能出事。许夫人的手微微颤抖，心有余悸的样子。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我朗声提醒，离不离婚不是你们说了算，我也有权利起诉的。随便你。许之腾瞥我一眼，看样子这是要打定主意拖下去了。起诉离婚，没个1年半载是走不完程序的。反正许之腾坚持的是现在就不离婚，我就不明白了，这样的婚姻还有维持的必要吗？我说的站起来。再说我们也签了婚前财产协议，我不会分走你们许家1分钱，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许之腾愣了下，朝我看了一眼，脸上情绪难辨。随即他转身离开。接下来我在想找许之腾谈离婚的事，却见不到他人了。他不回老宅，也不接电话。我几次去他公司，前台都说他不在。我从来不知道，堂堂许总也是这么会逃避的人。算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按程序来了。我搬出了许家，一个人租了套小公寓住，且联系了律师，开始准备起诉离婚的事。这时许之腾上热搜了，准确地说是他和一位女明星上热搜了。许之腾作为知名财阀的年轻掌权者，关键还高大帅气，堪称霸道总裁的现实模本，一直挺有国民度，在网上被称为国民老公。他和女明星的绯闻是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次的热搜是许之腾和当红小花李李一起去度假山庄，被狗仔拍到了。照片中李李的那张精致小 V 脸清晰到可以看到根根分明的睫毛，而许之腾只拍到一个模糊的侧影，隐约可辨出高大挺拔的轮廓线条。至于脸部，那是一点没露出来，很大程度是狗仔没那个胆子放出许总的正面照。网友们能扒出许之腾的身份，源于他那辆全球限量的座驾，全是独一无二。李李最近代言了许氏旗下的珠宝品牌，拍的一系列宣传大片，前不久才全面上线，反响不错。这次的绯闻事件将许氏珠宝也一同带上热搜，一时间珠宝销量大增，线上卖断货，连线下专柜都门庭若市，前所未有的火爆。我有理由相信，这次的绯闻偷拍和热搜是许氏和李李联手进行的一次公关宣传，效果显而易见，双赢。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本来娶我这个小人物进门，对许家来说就挺丢面的。结婚的事当然没有对外公布过。在网友看来，许之腾是年轻帅气多金的总裁，关键是还未婚，是万千少女梦想中的老公。但从法律上来说，许之腾是已婚男人。他这样和别的女人传绯闻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许之腾，是你拖着不离婚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正好我在准备起诉离婚的事，这次的绯闻事件又为我增加了一些有力的砝码。打开微博，我注册了一个新账号，名字简单明了，就叫许之腾合法妻子。第一条微博，我发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小作文，将嫁入豪门、忍受丈夫不忠和婆婆刁难的委屈表现得淋漓尽致，字字珠玑，如泣如诉。文章的末尾，我还特意艾特了许氏集团的官微和李李的账号。微博发出去2个小时，我被顶上热搜。点进去一看，好家伙，评论转发都好几万了。打开评论，大部分是对我的质疑，很多人并不相信许之腾已经结婚了。
怎么回事？我老公结婚了，他有别的老婆了？蹭你妈呢？想红想疯了？无知者无畏，许氏的词也敢碰？等着法院传票吧。这如果不是李李对家干的，我倒立吃屎。小三污蔑太下作，再往下滑动，骂人的话污秽不堪，一看就是李李的粉丝。很快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是许之腾的私人号码。真稀奇，这段时间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给他打的电话也有上百通了，不是没人接，就是助理接，反正他从来没给我回过一个电话。这微博刚发出去2个小时，他的电话就打来了，一触碰到他的利益就不装死了，果然是资本家作风。电话铃叮咚作响，我就是不接，也得让他尝尝故意不被人接电话的感觉。不过我低估了许之腾的耐心和行动力，短短10几分钟，他换了10几个电话，不停歇地拨打我的电话，我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最终还是我的耐心告罄，按了接听，把微博上那篇内容删了。听筒里他直接下命令，态度一如既往的专横。如果早答应离婚，不就没这回事了吗？我讥讽道。许氏集团股价跌落的损失你承担不了。笑话，许氏股价高低跟我有什么关系？再高我也分不到1分钱啊！你觉得我会在意它跌落吗？好一会儿，对面没有说话，但从对方的呼吸声中，我已经能感受到他的怒气了。最终，他一句话没说，挂了电话。我的那篇文章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氏官方没有回应，李李却发了一条微博，语句间若隐若现地表示自己不是小三。他的粉丝们像是终于有了底气，一股脑冲到我的评论区，大肆涂版骂人。眼见我没有回复，他们更加确定我就是个蹭热度的骗子。我掌握着节奏，在他们的战斗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又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很简单，甩了一张结婚证而已。一时间，全网哗然，那些粉丝齐齐住嘴，安静如鸡。很快，吃瓜路人开始反过来嘲讽李李，说他自己打脸，原来真是小三啊！网上的舆论全面反转，再加上李李对家也趁机下场，将水搅得更浑。心虚的李李删了之前那条微博，但也挡不住铺天盖地的唾骂，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口碑直线下跌，好几个品牌找他解约。许氏的损失更大，股票大势下滑，市值蒸发惨烈。许之腾直接找上门，他西装笔挺，姿态端正地坐在我对面。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发火，而是耐着性子给我解释。我和李李只是商业合作，上次的绯闻是公关团队策划的炒作，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私情。我挑眉，所以呢，现在要做的是挽回双方形象，不然损失更严重。你发一封道歉信，称之前做的事都是闹着玩的，也就是说，要我承认那个结婚证是假的，对外恢复他许总的单身人设，这样他跟李李就是正常恋爱，就不存在出轨和小三了。我正要开口拒绝。1000万，只要你发了微博，我给你1000万作为报酬。许之腾看着我，似乎笃定我会答应。是啊，谁能拒绝1000万的诱惑呢？如果是以前的我，肯定立马答应。名声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比起来算什么呢？可是现在，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妈车祸瘫痪，成了植物人。我爸去世早，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现在连睁眼看看我都做不到。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我最爱的人被我亲自逼走了。这2个人曾经是我人生全部的希望。那时候我多么积极的生活，上学时努力，上班时认真。我的梦想就是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经营好我们向往的小家庭，再存一些钱，将2家的老人照顾好，让他们安享晚年。曾经我对生活充满希望，每天都精神奕奕，认真过好每1分钟。现在呢，我孤家寡人，每天苟延残喘，找不到一点生活的意义。中奖的那些钱足够维持我妈的医药费以及我以后的生活费了。我可以什么也不干，混吃等死了。我要他的1000万做什么？在家里数着玩吗？我看向许之腾，淡淡的笑了。我不要钱，只要离婚。许之腾淡定的脸色一寸寸瓦解，似乎没料到我会拒绝1000万。沉思半晌，他竟问了一句：一定要离婚吗？我都要气笑了。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婚姻有维持的必要吗？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这件事我得慎重对待。他说。我实在不理解，离个婚而已，我又不分他1分钱，有什么好考虑的？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我顺口问了出来。许之腾怔中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迈步离开。我皱眉，难道真是这样？那我可太倒霉了。从许之腾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的喜欢，他对我的态度只有冷漠、高高在上，还有金钱上的极度控制。一定是我想错了，他不会喜欢我的。他应该还是为了许悠悠，想把我掌控在手中，毕竟他是个妹控。过了1天，我等不及了，打电话给许之腾。还没考虑好吗？
许悠悠的恋爱比许氏的骨架和名声都重要。那边沉默了足足几分钟，许之腾才开口，嗓音沙哑低沉：“好，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见。离婚后你要撤回原来发的微博，并发一封道歉信，称我们2人早已协议离婚。”好，我痛快答应。果然，对资本家来说，什么都比不上利益重要。再这样下去，许氏的骨架要撑不住了。终于可以离婚了，我整个人都轻松了。晚上，我叫了一大桌的外卖，一个人慢悠悠地吃着。门铃响了，我以为是自己点的奶茶到了，直接打开了门。看到门外站的人，我愣住，指甲掐进了掌心里。我极力保持冷静，一字一顿咬着牙：“许悠悠。”许悠悠双手抱臂，推开我，一步步走进屋里。听说你都敢威胁我哥了呀？还在网上闹了不小的动静，把许氏都折腾了一番。他轻蔑地笑了下：“长胆子了。”许悠悠的一颦一笑，一个动作，都让我心里发毛。对于她，我心有余悸。毕竟这个女人有多心狠，我可是亲身经历过的。那时候她追不上魏焕然，就拿我出气，找保镖拦住我，亲手扇我巴掌，甚至想划我的脸。还好被保镖制止：“大小姐，许总让我们看着你，违法的事不能干。”那时候刀片距离我的脸就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我相信，如果不是被拦住，许悠悠是真的敢动手的。她真的是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许悠悠悠哉地在沙发坐下，歪着头，好整以暇道：“以前我哥拖着不离婚，是因为我在追魏焕然。现在魏焕然都不在了，留着你还有必要吗？等你们离婚了，看我不整死你！”他玩着自己的手指甲，带笑的嘴巴吐出狠厉的话：“我哥注意形象，做事畏手畏脚，我可没那么多顾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只有那一句话反复回响。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抖着声问：“什么叫魏焕然都不在了？”“哎呀，你还不知道呀！”许悠悠故作惊讶：“他死了呀！”砰！仿佛一记大锤狠狠朝我砸来，我头晕目眩，浑身疼到不能呼吸，眼泪不自觉布满了脸颊。我听到自己无比冷静的声音：“他怎么死的？”许悠悠站起来，慢悠悠踱着步子。他太不知好歹了，怎么追都不答应。我的耐心耗尽了，生气了，就找人给他注射了毒品。本来想着等他毒瘾发作了，肯定会来跪着求我的。可恶，他还真是个硬骨头。许悠悠愤恨道：“宁愿去自杀，都不求我。”短短几句话就让我痛彻心扉。魏焕然，他竟然就这样凄惨的死了，死在了国外，我却一无所知。那个曾经给了我无数温暖的男孩，那个说要保护我一生的男孩，那个像太阳般明亮耀眼的男孩，就这样没了。那个次次考年级第一，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从小优秀到大，被他父母视为骄傲的男孩，被许悠悠这样一个垃圾轻易害死了。我恨，我真的好恨，他怎么可以害死了别人，却毫无愧疚，还这样轻飘飘地说出来。我用尽浑身的力气朝许悠悠扑过去：“你去死，去死啊！”我双目赤红，抓着他的头发又撕又打。许悠悠被打得痛声尖叫：“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啊！救命啊！”过了好一会儿，在外面听到动静的保镖才冲了进来，他们将许悠悠从我手里拽走。满脸血印的他大叫：“打死他！给我打死他！”保镖站着不动：“许总交代了，不能对程小姐动手。程曦，你给我等着！”许悠悠的眼神像毒蛇。我无所畏惧，你也等着。第二天，我如约去跟许之腾办理离婚手续。除了回答工作人员的问话，全程我没跟他说一句话。出了民政局，许之腾拦在我面前：“我给你卡里打了2000万，以后好好照顾自己。”我没应声。他继续道：“对不起，昨天悠悠突然跑回来，我才知道他在国外做的那些事。魏焕然的事，我很抱歉，一条人命在他嘴里也就是简单道个歉的事。他们兄妹俩真不愧是一家人，一样的冷血凉薄，视人命如草芥。”我没有吭声，绕过他离开。我怕再迟1秒，让他看到了我眼里的蚀骨恨意。害死了人，还想若无其事地活着，做梦吧！用尽我余生所有的精力，我也要跟许家死磕下去。许悠悠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正好许之腾给了2000万，就让这些钱成为对付他妹妹的启动资金吧。魏焕然死在国外，而且是自杀，不好搜集证据。但我就不信许悠悠在国内是干净的，以他那德行，手上肯定沾的有事。当年他抬手就想划我的脸，动作熟练，一看就是惯犯。他肯定做过不法之事，许之腾才会特意叮嘱保镖看着他。那些许之腾用钱帮他妹妹抹平的事，我会用他给的钱再一件件全部翻出来。我花重金找了业内一家声誉极好的私家侦探，全面彻查许悠悠做过的事。果然不出我所料，许悠悠犯的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多，还要严重。他初中时就因霸凌同学，把一个女生逼得跳了楼。画别人的脸，这样的事他也不是第一次干。
高二时，他就这样让一个女生毁了容。许之腾用50万跟那家人私了了。可能是被许之腾教育警告过，后来有段时间许悠悠有所收敛，不过很快又固态复萌。光是故意伤人，他就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估计是有点忌惮他哥。许悠悠后来犯事了，只敢告诉许夫人，都是许夫人花钱找人给他摆平的。作恶习惯了，胆子也大了。现在的许悠悠可以说是目无法纪了。他居然聚众吸毒，还强制给别人注射毒品。很好，光是这些证据足够让他牢底坐穿了。我继续翻阅资料，忽然瞪大了眼睛，握着纸张的手忍不住颤抖。我从没想过，我妈妈的车祸居然不是意外，而是许悠悠的蓄意杀人未遂。那位酒驾入狱的肇事者家里收到一大笔许家打过去的钱。这件事当初闹大了，许夫人也兜不住了，还是让许之腾知道了。他插手将痕迹处理好，用钱封住了司机和他家人的口。也是怕许悠悠疯狂起来，再做出什么无法无天的事，许之腾才想出来跟我结婚，让魏焕然死心，从而给许悠悠创造机会的方法。他确实疼爱妹妹，可是他妹妹是金贵，那些被他伤害的人就不是人了吗？无权无势就活该被欺凌吗？我将手里的资料捏成一团，胸腔里的愤怒在咆哮着。花了几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证据都整理好，我一一联系那些被许悠悠伤害过的人，联手将他上告了。铁证如山，数罪并罚，许悠悠被判了无期。直到被捕，他都不敢相信他万能的哥哥没能把他保下。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的官司异常顺利，许家好像都没怎么反抗，连请的辩护律师看起来都没尽心。哥，救我呀！我不想坐牢，我害怕被警察带走时，许悠悠凄厉尖叫，表情是从未有过的绝望。许之腾侧过头，不去看他。法院外，许之腾追上了我。虽然太迟了，但我还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我抬头，真稀奇，你不是妹控吗？怎么这次束手就擒了？许之腾懊悔，怪我，每次他闯祸，只要哭几声，我就不忍心，总是出手帮他摆平。家人无条件的宠爱，已经把悠悠养歪了。如果我们早点狠下心，也不至于让他变成这样。程曦，真的对不起，住口！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就能抵消他的罪孽吗？我打断他，大声吼道：我妈现在还昏迷不醒，魏焕然命都没了。你能把他俩健康的还给我吗？我告诉你，别说许悠悠是无期，还能好好活着，他就是被判了死刑，我一样会恨他一辈子。许之腾悲凉地扯了扯嘴角，声音里无限哀伤。我就知道，我们终究会走到这一步。你知道了真相，肯定不会原谅我。你助纣为虐，我妈和魏焕然的惨剧你也有份，我当然不会原谅你。我眼神漠然，迈步离开。刚走几步，许之腾的声音再一次从背后响起。我怕以后你都不愿意见我了，趁着最后一次见面，我还是想告诉你，程曦，我爱你。他似乎哽咽了一下，声音沙哑。我知道我不配，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最初跟你结婚，确实是为了悠悠，为了怕你脱离掌控，我甚至阻拦你找工作。看着你一次次地投简历，处处碰壁，我从一开始胜券在握的放心，到最后为你的坚持不懈而动容。我看过你的简历，还有你以往的成绩，你真的很优秀。连我的朋友都找过来，满是惋惜，说要不是我特意交代过，他是一定会录取你的。慢慢的，我对你心生愧疚，竟连你的面都不敢见。我不敢回家，不敢跟你碰面，怕看到你厌恶的眼神。我是个懦夫，只会逃避，可又忍不住偷偷关注你。我知道你在学画画，也知道你在买彩票。我没有阻拦你，怕真的把你逼到绝路，你会做傻事。只有我妈跟我告状时，我才有理由出现，堂而皇之见你一面。我想让我妈多告状，就有借口多见你，又怕我妈告状，每次为了我妈指责你，你都会更讨厌我。看到你憎恶的眼神，我愈发怕你离开我，只能在金钱上控制得更严。我知道这是恶性循环，事情只会越来越糟，但我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只知道不想放你走，等你开始查悠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完了。你妈车祸的事，你迟早会知道。我们之间再没可能了。我吸一口气，望着他。刚才你有一句话说对了。我顿了顿，你不配。贱人，陪我女儿来。刚走到马路边，斜面传来尖叫。许夫人面色狰狞，拿着一把水果刀朝我刺来。小心！许之腾飞奔过来，推开了我。锋利的刀刺进了他的腹部，很快他的衣服被染红，血流如注。经过抢救，许之腾活过来了。但他腰部肾脏受伤严重，可能这辈子都没法生育了。躺在病床上的许之腾极度虚弱，但还是对我艰难扯出了一个微笑。你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变成这样是罪有应得，这是我们家对你和魏焕然作恶的报应。我很庆幸当时动作快，没让我妈伤到你。我动了动嘴，不知道说什么。放心吧，身体能恢复的。
至于能不能要孩子，完全不重要，因为我原本也没打算再结婚。程曦，很抱歉对你做过的那些事，把你的人生毁得乱七八糟。希望你以后能走出阴影，奔向光明的未来。放心，我一定会的。望着窗外的阳光，我语气坚定。这天晚上，我梦到了魏焕然，他像以前那样用手摸摸我的头，很欣慰的样子。西西长大了，变坚强了，以后要继续加油啊！好，我含泪点头，看着他朝我挥挥手，走向远方。今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努力上进，好好生活，为我自己，也为每一个在乎我的人。